那是因为我傻，觉得前尘往事嘛，不必太在意。直到今日，我看到他不认得我，只认得那个女人，我就知道，他放不下的是旁人，不是我。我知道，他爱那个女人比爱我深，又或者是因为我蒙上眼睛，长得像极了他那位先夫人，所以他才会爱上我。姑姑，不如等太子殿下回来，当面问一下可好？如若他一直把你当做替身，那我们就退了婚。凤九从未见姑姑如此伤心。四叔一直说，墨渊上神魂飞魄3世，姑姑都没了半条命。可是今日姑姑看起来更可怕，凤九心疼。不必再说了，我想自己待会儿。姑姑，真的不让凤九陪着吗？说说话也好啊。不要说了，什么都不要说了。我只是想不明白，所以折腾自己罢了。那姑姑，为了青丘，你要保重身子。为了青丘，对，如果我退了婚，就只能回青丘了，做我的青丘女帝。你走吧。既已对东荒大泽立了誓，是生生世世要成为夫妻的。夜华，夜华，这九重天上就不是你这个女人该待的地方，你就从这诛仙台上跳下去，回你该回的地方。夜华，你相信我没有推他，我没有推他。不可说，我没有能力保护你，我一定会和你成亲。从此以后，我会是你的受益。夜华。为什么要我去还？你放过我吧，我也放过你，我们从此就两不相欠。苏苏，苏苏。夜华，我竟是苏苏，苏苏就是我。大人也真是中邪了，一定要找到什么青丘仙境。来说媒的都给推了，老夫人也气得病死了。你说这造的是什么孽？我听个行走江湖的道士说，青丘啊，是出狐狸精的地方。咱们大人不会被狐狸精迷了心智吧？不得在背后议论大人。姑娘，这些年数不清多少次，老夫人想把你强行送入大人的房间，可都被姑娘婉拒了。姑娘，你也真是不容易啊。大人是个痴情的人，他心里只有那个青丘的仙人，没有我。姑姑，洗把脸吧。凤九，当初在九重天上，你是不是也经常化身成一只小狐狸，去一览芳华？没错。素素，
刚怀上孩子的时候，没有人陪她，只有你去陪她。素素刚被天君抓上天宫的时候，你还去吓唬过她，因为你觉得她抢了你姑姑的未婚夫婿。姑姑是怎么知道的？这件事情除了我和帝君还有司命外，绝对没有第4个人知道。因为我就是团子的凡人娘亲，我就是素素。姑姑，你该不是喝多了在胡说吧？我知道你在怨恨太子殿下，忘不掉素素。但是姑姑你是青丘女婿，而素素是个凡人，怎么能跟姑姑你相比呢？素素是素素，姑姑是姑姑啊。这不过是我飞身上神立的一个结罢了。我跟夜华，这是我的情结。姑姑，你这半醉半醒的，能想起什么事儿啊？我在下凡经历情劫的时候，那素锦趁火打劫了一双眼睛。现在我的劫也立完了，我那眼睛放在他的眼眶子里，好像也不是很合适。他养着我的眼睛，应该也不是很自在。我是不是该去讨回来？姑姑，这是醉话。那素锦娘娘什么时候欠了你一双眼睛啊？你不清楚，我不与你说。小九，你说，我那眼睛该不该讨回来？如若姑姑真的是素素，那当年在天宫受尽了委屈，这眼睛确实应该讨回来。青丘女君，岂是你们能拦的？小将参见姑姑。上神驾到，素锦不甚惶恐。素锦揣摩上神的圣意，大约是来问君上的近况。若说起君上来，凡事的那个素素同君上处得很好，也将他照看得很好。如此这般，自然最好。夜华这厢有你照拂，我便也放心了。所以今日，我便来照拂照拂你。素锦，本上神这双眼睛，你用了300年，用的可好？你方才说什么？怎么？这双眼睛你用着用着，就忘了它的来历了吗？300年前，本上神经历情劫，丢了双眼睛在这。今日想起来，便特意过来取。你是素素？你说是你自己亲自动手，还是本上神替你动手？不可能！你怎么回事？不可能！不可能！不可能！到底是你自己弯，还是本上神替你弯？那个女人，她明明只是个凡人，不会是你的。她明明只是个凡人，不会是你的，不会。凡人怎样，神仙又怎样？只因我300年前化身为一个凡人，脓包了些。
就准许你这个小神仙来夺我的眼睛，诓我跳诛仙台吗？本上神近来人逢喜事，酒喝得多了些，手可能有点抖，弯的时候会有点痛，你多担待。不要挖我的眼睛！不要挖我的眼！很好。300年前你就喜欢装柔弱，我时时见你，你都在装柔弱。你就不能让本上神开开眼，看看你不柔弱是什么样子？那日夜华剜我眼睛时，对我说：“欠人的，终归是要还的。”之前你的眼睛是怎么没的？我们2个心知肚明。我的眼睛是怎么跑到你眼眶里的？我们2个也是心知肚明。我就是想要问问你，我怎么就不能拿回我的东西了？我的眼睛放在你那儿放了300年，怎么就变成你的东西了？300年前的事，天君悄悄就给办了。今天的事我便也悄悄办了。你欠我的事情一共是2件，一件是眼睛，还有一件是诛仙台。眼睛的债今日我就当你是还了。至于诛仙台，不如你正儿八经的从诛仙台上跳下去，又或者你去跟天君说，用你微弱的仙力去镇守囚禁擎苍的东皇钟，永生永世不得再上天宫。我绝不。不错嘛，终于勉强硬气了一回。那你的意思是希望本上神亲自去跟天君说？但你也知道我这个人，此一时彼一时，到时候我跟天君说的，可就不一定是眼下这一套了。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这些日子，夜华不在天宫，却让他坐下天枢星君，日夜守着弱水，会不会有什么蹊跷之处？估计是太子殿下快要大婚了，怕异族有异动。毕竟弱水河是天族和异族的接壤之地，总要多加守护才是。不会有这么简单。帝君的意思是怀疑和东皇钟有关。如果真的和东皇钟有关，那可就是大事了。太子殿下不该独自隐瞒。夜华如果不想说，也一定有他的道理。你随本君去一趟弱水。是，小殿下。哎，今日怎么有空来九重天？司命，你快告诉他们俩我是谁。青丘小殿下。二位通融通融，东华帝君在太晨宫等着这位小殿下呢。
别再胡闹了啊！天规森严，你若是再惹祸，帝君也帮不了你。我没有胡闹，我姑姑来找素锦娘娘了，我不能让她吃亏啊。什么？我和你说，我姑姑就是当年太子殿下放在心尖上的凡人娘子素素。上神就是素素。嗯，你可别骗我。我没有骗你，真的是我姑姑她自己打碎了结魄灯，想起了前尘往事。她说当初做素素的时候，是她飞升上神的情急。哦，我明白了。我明白了。对啊，如今姑姑想起来了，就来找素锦娘娘要眼睛了。你还记得那个时候素锦娘娘掉下诛仙台，说是素素把她推下去的？对。姑姑想起来之后，知道她是在冤枉她，所以她就来找素锦娘娘要眼睛了。那岂不是要大闹一场？所以啊，我现在不能跟你多说了，我怕我姑姑吃亏，我得去洗蜈蚣。我姑姑呢？你姑姑她抢了我一双眼睛，我正要去找天君要说法呢。你这个女人实在是太恶毒了！当初你陷害我姑姑推你下诛仙台，害得太子殿下把她的眼睛都给挖了。我姑姑伤心欲绝，从诛仙台上跳了下去。这双眼睛本来就是我姑姑的，自然是要还给她的。你需要在这血口喷人？我怎么会知道当初的素素就是你的姑姑？就算我知道她是你姑姑，可又如何？她假扮柔弱推我下诛仙台，伤了我的一双眼睛就要赔给我，哪怕她是上神也要赔给我。哼！你们青丘的女人是高贵，一个个生下来都是地基，可又如何？难道我天族的女人就该被欺负吗？你这个女人怎么这么恶毒啊！事到今日，你还在污蔑我们青丘。你姑姑推我下诛仙台在先，还我眼睛在后，我有什么错？难道她是上神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吗？你以为这是什么地方？这是九重天！我告诉你，白凤九，你别以为仅凭你们姑侄两个说的话就可以颠倒黑白。今天不管你说什么，你姑姑她都必须给我一个公道，将我的眼睛还回来。素锦丫头，听了半天，我怎么没听懂啊？这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你怎么会和青丘的人有争执？叔伯，是青丘白浅，他挖走了我的眼睛。什么？他为什么要挖你的眼睛？他就是当年的素素。白浅上神是当年那个凡人。不错。你不要听他胡说，他满口胡言乱语。放肆！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？不要以为有青丘给你们撑腰，就可以在这里大呼小叫，真是没有规矩。叔伯，你们现在赶紧带我去大殿，我要一五一十的向天君禀明此事，哪怕最后要我们向青丘低头，我也要把这件事情给说清楚。我的眼睛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天族的颜面。素锦丫头放心，是非曲直到天君面前一说就知道了，不用怕，我们陪你去。好，走，走。夜华，你可晓得，300年前的痛就像痛在昨日，什么大义，什么道理，什么为了维护我这一介凡人而不得不为，我全不想管。我只记得宿在一览芳华中的一个个孤寂的夜，一点点被磨紧的卑微的希望。夜华，你让我如何与你成亲？这双眼睛于300年还能被你找回来，真是奇事啊！你喝了我给你的药，竟然还能记起那很伤情的前尘过往，更是奇事。这眼睛从仙体上摘下来，不得超过7749日，否则就用不了了，对吧？我当初以为这双眼睛丢了便是丢了，没想到竟然安在别人的脸上，而如今还被你找了回来。替我把眼睛安回去吧。这安是可以的，不过你且等我把上面的浊气先清除完之后，清完了才能帮你安上去。不急。小五，你还没告诉我究竟是何人拿了你这双眼睛？一段
段情节不提也罢。素素，大人，你知道为什么给你取名叫素素吗？大人从未提起过。因为初见你的时候，你穿着一身素衣，我这一生都在等个人。奴婢知道，大人一直在等青丘的一位仙子。是啊，我11岁时，他来找我，说待我成年，便要嫁与我。可惜他没来。都说神仙活得久，像是我这短短的一生，不过是他10几日的光景。看来我是等不到了。大人，因终身未娶，从未辜负过那位仙子。他不会怪我失言吧？在我死后，将我的尸首烧成灰，和这珠船葬在一起。大人，昆仑虚，我为何会在这里？夜华，沐月上人，夜华，或许你该改口叫我一声大哥。大哥。你是父神的儿子，我的同胞弟弟。当年因为一些意外，导致你的元神陷入了沉睡之中，于是父神便将你的元神放入了一株金莲。父神身归混沌之日，将你托付于我，我便将你带回昆仑虚，放在这个莲池之中，等你醒来。当年，白浅在此学艺时，最喜欢照看的，便是你这株金莲。或许，这就是冥冥之中的天意。也是你们该好好珍惜的一段缘分。我本是在闭关，后来还是想见一见你。毕竟我已经等了你10几万年了。天君，天君，素锦，天君，天君，帝君，天君，你一定要给素锦做主啊！当年的事情，天君您最为清楚，你一定要给素锦做主啊！天君，你先起来。不，素锦不能起来。
素锦若是起来，就等于承认了这桩罪名。白剑上身，他不仅挖走了我的眼睛，他还要我为他当年跳下诛仙台的事赔罪，要我自请出去献祭，去守弱水之滨，求着擎苍的东皇钟，永生永世不再上天。虽然我们天族因为桑吉之事欠了他们青丘一笔债，可也不能任由那位上神如此随便，冤枉处置我们天族的人。不错，如果任由别人欺负素锦的话，我们怎么对得起我们昔日的兄弟？你们不能只听素锦的一面之词，你们也要听听我的，听听我姑姑的呀。你姑姑挖走人家的眼睛就一走了之啊？她是青丘的女君，又是四海八荒尊称的姑姑，我们如何请得动她？如果说你姑姑真想给天族一个交代，那她就不该偷偷的做了此事，又偷偷的逃走。我姑姑偷偷走掉，还不是为了给你们天族一个颜面？难道要我姑姑昭告四海，告诉所有人，你们这个素锦娘娘当初在做天妃的时候就如此恶毒，欺负一个无权无势的人，抢走她的夫婿，夺走她的双眼，害她跳下诛仙台这件事情吗？你这个小姑娘怎么如此恶毒？你姑姑挖走了我的眼睛，你居然还为她在这颠倒黑白！你们天族就是欺负人，你们为什么只听她说话？你们陷害我姑姑一次还不够，还要陷害她第二次吗？放肆！确实放肆。这件事情扑朔迷离，每个人说的都不同。本帝君有句话，虽然可能会得罪天君，但还是觉得必须要说。帝君请说。这件事情关系到天族和青丘，素锦又曾经是天君的天妃，所以这件事情天君不该出面，否则难免留下口实，让青丘以为我们在审这桩案的时候是有私心的。帝君的意思是，天下人都知道，本帝君是曾经的天地共主，又和任何部族都没有亲近的关系，后宫空置，远离红尘，所以这桩公案应该由我来主持，才能堵住悠悠众口。可是帝君与青丘的白凤九之间，怎么？我刚才说的还不够清楚吗？帝君这是要让本君从这件事中抽身，要给青丘一个交代。如今这情景，本君确实不能再维护他了，且看他自己的造化吧。本君认为，帝君的这番话确实有些道理，那本君就在一旁听审，不再插言。素锦，你可认为本帝君会偏袒青丘？素锦不敢怀疑帝君。你们呢？可认为本帝君会偏袒白浅？臣等不敢。那素锦，你就慢慢说吧，就从7万年前说起。我久居太晨宫，并不知道你们的事，现在就给你们这个机会，将此事说清楚。是。